八炯真的太瞎了啦，到现在内政部都不敢讲了，他自己都不敢追中共身份证了，只敢偶尔打擦边球。然后他说：“我反共，你反共吗？反共都好帅。”他的反共是真的反共吗？他的反共是蹭共吧？他之前跟接过爱奇艺的商单，他跟闽南郎为什么一拍即合？两个人有一样的生命历程嘛，先舔共完，然后才反共嘛。因为八炯也是个超熟辣，他不敢闹大，他每次看到我就像熟辣咖一样，只敢告我，告我还不输，告也输，正面也输。看完你直播才知道八叉的影片也洗脑了我，真正造成台湾内乱的人干他妈的！我身边真的很多相信八叉吗？乱多一点点证据让他们清醒。八炯的事情其实我追很久了，八炯的粉丝都是用攻击我的方式。你才30几万订阅，你都是在蹭八炯，你只是没流量才做八炯啊？流量高就是正确的吗？如果要比人多就是正确的话，那请问14亿人的集体意志是不是最正确的？民进党的网军对我人身安全的攻击跟长年来的骚扰，吉野拓哉3年前跟我在 IG 认识的，我那时候是支持民进党，但是当我开始不支持民进党，然后支持台湾有核能发电，他就开始来攻击我，漏说我骂我的母亲是慰安妇，他说不把我打到死为止，那绝对都不会结束，甚至会强迫我被八炯道歉。半年前我有向高雄的侦查队报案，但是始终都没有得到下落。我打去侦查队问他们也是很敷衍。什么样的组织养出什么样的粉丝，所以这水准之低劣，就是因为废物没有录用才会去攻击别人妈妈。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黑哥，老公当然把国民党渗透成这样，也没动老蒋啊！你八九什么级别？八九真是来乱的，他讲的真的是妈的离事实真的太远，你知道吗 ？DC Line 啊，看完你直播才知道八叉的影片也洗脑了我，真正造成台湾内乱的人干他妈的！我身边真的很多相信八叉，麻烦多一点证据让他们清醒。对，真的，因为真的很夸张，你要清醒过来很棒。八炯的事情其实我追很久了哦。可是，一开始八炯的粉丝都是用攻击我的方式，然后他们最常打我的方法就是说：那你才30几万订阅啊，你都是在蹭八炯啊，你就是没流量才做八炯啊，你的题目做得很烂啊，等等等等的。第一个，我们被青鸟一直检举，我当然不知道。第二个，流量高就是正确的吗？那如果有人有资源买流量灌流量，那他高，所以他就是对的嘛？是非对错是靠流量来判读的嘛？所以我就觉得那些囧粉很奇怪，那些囧粉其实就是小青鸟啦。然后他说他反共，你反共吗？我觉得这什么好回答？身为一个台湾人，当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未经台湾2300万人同意之前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嘛。换句话说，台湾人当然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嘛。能不能是一回事，当然我们会这样主张嘛。但能不能要看台湾人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我是觉得是这样啦，也不用跟他们呛那么多啦，我们拿事实说话，我们拿现实说话，把他打趴就对了。拼线大大他这么说，阿共有1亿的会员，是不是阿共加起来比弯弯都加起来正确？其实是啊，拼线大大讲真好。如果要比人多就正确的话，那请问14亿人的集体意志是不是最正确的？那照14亿人的集体意志，那两岸现在直接统一啦，一国一制啊，不就这样吗？还要遵守你2300万干嘛？再来8点，我原本是看89的，但后来越来越夸张，刚好演算法又跳到历史哥，比较认同历史哥这边论述，又刚好看到2号呛那个 SH， 就此开始关注历史哥了。89没有，89不是越来越红，89是我再说一次，89不是越打越红，89本来就很红，89是2024年全华文 YouTuber 时政类第1名。台湾第1名，全华文圈时政类第3名。第1名叫刚刚出事的王志安，第2名是一个住在美国的华人叫王健，他跟王志安属性有点接近类似记者报道。第3名就是89。我叫陆冰心，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民进党的网军对我的人身安全的攻击跟长年来的骚扰。好，先看第1章，这是我上礼拜3的报案证明单，就是证明有这个事件啊。那个网军叫做吉野拓哉，他是3年前跟我在 IG 的社群里面认识的，然后我那时候是支持民进党，但是当我过了1年，就是2年前的时候，我开始不支持民进党，然后我甚至跟他说我支持台湾有核能发电的这个能源政策的时候，他就开始来攻击我，说我就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然后就开始漏说我跟我家人的头贴，然后做一些恶搞，然后开一堆的 IG 账号来一直骚扰我，然后我就算把我的 IG 账号改成私人的账号，他还是一直创账号，一直想加我，然后甚至就是我封锁他了，他又再创第2个号，再创无限的号来一直加我，然后到
上礼拜三呢，他就直接用私讯，就是他写给我说他想要寄一些自寄的东西到我家，然后他还骂我的母亲是慰安妇，然后甚至他还对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样的谩骂，然后他说他不把我打到死为止，那绝对都不会结束。他说他可能会从哪里打探到我高雄的住址，然后寄一点自己的东西给我，甚至有可能他说直接把我给杀掉。然后他还说我的样子他认得的，但是我却不认识他这样子。那面对这种情况，我其实半年前我有向高雄的侦查队报案，但是始终都没有得到下落。然后我打去侦查队问他们也是很敷衍，然后直到这次他又说要杀我，我才又去警察局又报了一次案。然后但是这一次案我不知道警察会不会用心的处理这个案子。这太可恶！这种人网络上雄壮威武，会咬人的不会吠啊，这种狗吠的就是烂青鸟而已，就是垃圾青鸟。你不用害怕他就是欺负你年少可欺啊，这就是垃圾货。这家伙他不可能，他也没那个种啦，他是个孬种。他如果今天那么屌，他就真的出来了，他不会是这个样子。这个吉野拓哉他甚至还要求我对八炯道歉，因为我之前我有接触过八炯。我跟你讲，这个人搞不好跟八炯有联系，或者是八炯的卡贝，他的这个打下手的人啊，搞不好是啊。所以你来找我是对的。他有能力，他不会一直创假账号来骚扰你，他就直接跟你定勾机就好了，他干嘛跟你骚扰？但是这种霸凌的事情我们零容忍，所以我觉得他非常可恶跟非常的恶劣。这其实也是符合我当年的预言啊。因为你曾经挺过绿，只要你有一天你不挺绿，他就会弄死你。他的想法是这样，当然他能不能弄死你是一回事，但他骚扰你，让你觉得很不舒服，让你心生恐惧，让你的母亲被受辱，这件事情那肯定的，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下限，什么样的组织养出什么样的粉丝啊，所以这水准之低劣啊，那也不用理他，因为这怎么讲，你就收集起来就好，然后该封锁封锁，他会继续创新的，你就创一次封锁，创一次封锁。因为那时候我遇到 Telegram， 我就这样处理，我只能说这个给你学一次社会经验啊，世界上疯子很多，倒霉的时候会遇上，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疯子有多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多坚强。八炯的粉丝程度就这样，你今天遇到 A， 明天还再遇到 B， 然后这种人呢，他呢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觉得他很爽，他觉得他这样霸凌到你，你只要不觉得被他霸凌到，他能做什么东西呢？你甚至连嘴他都不用，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嘴啊，但是我觉得是浪费时间啊。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不需要跟他的萦绕在那边，你转个念想，你继续跟他在那边，他就得逞了嘛。对自己也要有信心。话说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发现他有纳粹德国的仇恨的倾向。他曾经在我有一个赖群组讲过说，他说他支持当年日本的南京大屠杀，他甚至希望说当年的日军应该要把所有中华民国南京首都的人都杀光。他甚至讲过这句话。所以他这个人一个标准青鸟跟囧粉的，而且是最极端的那一种，对吧？这个也是他 PO 的，是不是？对，他 PO 的。先去吃个饭，建立什么他的顾虑。我怀疑啦，这个人搞不好是八炯的分身，或者是你看咯，他讲的话很八炯搞不好是八炯的狂信徒啊，不知道，因为八炯爱开分身。请问就是台湾现在的警察机关会愿意办这种案子吗？因为假设是民进党网军啊，这些执政党又是民进党，那警察机关会不会因为是要去办民进党执政党的网军的案而进行回避呢？会，绝对哦，这个回避率很高。我跟你讲，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时候我把那个 Telegram 的人送到警察局，然后警察局还把他移送到市刑大哦，我还去市刑大再做一次笔录，我做2次笔录哦，而且我还是前面还是议员陪同去的。当然因为那时候我牌子比较小了，讲白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呢，警察只打了一通电话跟我说，哎呀，李先生啊，抱歉啊，我们真的找不到，因为他是境外 IP 啊，可能就这样了。所以其实我们只有当自强啦。我为什么说从来都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原因是什么？我为什么信奉这一套？因为我观察这几年下来哦，任何的政治人物都不见是可靠的，更别说民进党政治人物，那更是拐瓜裂枣。那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来面对这一些。因为今天很明显的就是检调机关、警察机关这些就是掌握在民进党手上。那他们就是不会办，就哪怕查了他肯定是不会，他就正是有恃无恐。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社会就是不公平。就讲柯文哲好了，柯文哲跟郑文灿怎么关法，那会不会差太多？柯文哲都关到败胜了，他就要把他弄死啊，就有这种事情啊。高虹安的案子40几万，直接给他判停职。可以这样玩吗？这没办法，因为社会就这样。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些所谓的资深媒体人啊，会有一些 KOL 啊，然后他们会从 A 移动到 B？为什么他们会去跪舔执政者？为什么他会去加入执政者？这太舒服了嘛！人家翻一点汤你就热乎乎暖乎乎了。像我们这个每天有没有刮洗啊？全部靠自己啊！然后我给你靠了，你不要担心。这种卡小哦，他也不敢来啊。他今天知道你在我这边之后，他自己啊，到时候他就恼羞成怒，说：“哎呦，历史哥可以帮你什么什么的。”问题是他们家八炯天天被我修理啊，对，天天自卑啊，很可怜啊。